看了赵露思的穿搭，让我发现圆脸的人是不能这么穿的。除了匹配之外，圆脸的人还为自己的外表而苦恼，因为他们的脸型给人一种超重的印象，所以这种长相的人需要注意他们的穿着，以免看起来很男性化。她的新造型展示了她宽阔的肩膀和宽阔的脸庞，给人的印象是她是一位幸运的中年女性。与这种造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她1998年的风格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年轻的女孩。只有圆脸的妹子不想看起来很洋气，才能穿出骨瘦如柴的样子。她们应该穿这样的高领，浅 V 领根本不像深 V 领，取而代之的是有领口的领口。由于圆脸的人往往脖子较短，自然就不那么有气势了。这种风格可以通过显得更自然来帮助拉长对一个人整体长度的看法。即使是宽脸、圆脸，穿 V 领衬衫也可以帮助一个人减少肠道的外观。这位女士穿着一件 V 领短夹克，让她看起来比实际苗条得多。此外，她穿着一条相配的裙子和腰身非常相配，这种时尚一点也不影响服装，整体看起来很棒。为了让自己的脸显得更瘦，赵露思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让她的皮肤显得更加暴露。她还认为自己有点肥胖，觉得很神奇。新款式使外套成 V 型，领口一直延伸到肩部。另外，这种风格本身看起来很棒，冬天或秋天穿 V 领大衣会让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，青春洋溢。由于其小辫子设计，这种款式特别适合脸颊肥大的人。如果穿 V 领大衣，领子大小无关紧要，它是如此吸引人，即使是脸较宽的人也可以将其拉下来。穿白色方领纱裙时，一定要搭配得体，与衣服的颜色相配。如果穿着得体、公主风格的造型，可以搭配自由的领口。真露丝独特的风格让她似乎对自己选择的时尚有先见之明。这条裙子依旧呈现出短款的廓形，衬托出露丝纤细的身形，几乎没有反感的效果。当我们穿赵露思同色系的裙子时，靴子一定要和它搭配，这样做会立即改变我们身体的外观，因为裙子太长或太短都会引起问题。如果裙子与颈部覆盖物一起穿着，也会引起问题，尤其是当它们覆盖了整个领口时，这会让 Lucy 的脖子看起来很短而且粗短，而不是更长而精致。左黎的穿搭选择真是可圈可点，灰色条纹西装在显瘦方面轻松击败其他设计。另外，无论一年中的什么时候，黑领上衣都不会限制一个人的着装选择，既能秀腿，又能秀大脸，怎么看都好看。脸小的人可以像赵露思一样穿，搭配同色系的高跟鞋。人们通常认为圆领看起来超重，这是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单一产品。然而，这种风格实际上是华丽的，需要与其他选择相平衡。赵露思洋娃娃般的打扮显得青春又时尚，它会立即改变佩戴者的外观，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这是因为衣服很好的突出了上身部分。此外，露丝还搭配了一顶针织帽，进一步缩小脸型。圆脸的人经常面临许多问题，一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天生圆脸的时尚达人赵露思能给别人带来灵感，她简单的风格使她易于穿着。通过穿着她的造型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她的创意视野。另请注意，她的许多款式都有名字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圆脸不要穿高领衬衫，这会毁容佩戴者，并使他们看起来没有吸引力。从1米多的距离看，网友的评论都在为杨洋点赞。杨洋和王初然的成功电视剧《我的人间烟花》让他们的知名度大大提高，再加上他们目前正在出演一部新电视剧，因此只要他们出现在路透社的新闻报道中，他们的知名度就会大大增加。此外，由于他们改进了营销网络，他们的品牌背书带来了更多商机。从1米多的距离看去，杨洋就像是摄影师照片中的自己。其实很多网友和摄影师的评论都是准确的。当天，浅蓝色外套内搭深蓝色 T 恤，杨洋一身 V 领装显得大大咧咧。由于他醒目的五官，他的休闲装扮并不显得格格不入。
如下图所示，玉柴虽然五官精致，却显得冷峻帅气。当并排放置时，它锋利的棱角显得更加令人生畏。由于微妙的黄色光芒，它光滑的脸看起来更加温和。此外，玉柴在镜中的容貌没有变化，将它圈在一圈观众中，杨洋一贯的坚韧不拔，丝毫没有受到圣徒审视的影响。换个角度看，他的面容依旧完好无损。摄影师模糊了他的形象，但他的容貌依然清晰可见。他就在聚集在现场的人群中，对杨洋的病情说出了真心话。摄影师说，当他无法正常呼吸时，他离杨洋1米远。他声称原因是杨身上的醉人气味。摄影师表示，模糊的图像是由于他紧张的手造成的。他觉得杨洋长得很帅，打从心底里很佩服，让人觉得大牌演员比银幕上的演员还帅，真人版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演员本身就很帅，但与看到超级偶像喜出望外无关。总是站在一旁的高冷男神因为兴奋，在对方身上投射出不一样的步伐。杨洋的生活显然是美好的，网友们被这个事实感动了。很多人表示羡慕杨洋有足够的魅力，即使视线模糊也能出现在摄影师的视野中。不少网友吐槽杨幂的颜值太强了，就算是高颜值的人也会被她吸引。一位专业摄影师拍下了杨站在一家知名企业门前的画面，于是很多人都出现在街上来看他。因为人气这么高，很多保安都在值班，地上几乎密不透风。每次杨洋的出现都会让人注意到他的颜值和造型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出现并不常见，但他们似乎总是吸引很多注意力。凭借高颜值和出色的表演，杨洋的人气经久不衰。他的微微一笑很倾城，你是我的荣耀、全职高手、特战荣耀等作品都因歌名而家喻户晓。无论他做了什么，他的表演都是让他成为传奇的原因。他不认为他的外表是衡量他英俊天性的唯一标准，相反，他知道自从他外表英俊的那一刻起，他的魅力就减弱了。但他不是一个只靠外表的艺术家，他的人格魅力和表演也有目共睹。尽管他的外表很漂亮，但他并不是一个法宝。他只是认为自己很帅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有吸引力。当杨洋得知自己的合资公司突然被注销的消息时，粉丝们看到披露的股权信息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感谢汪峰老师，8月在硕大的南瓜中结束了。从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断的南瓜灯，人们对此表示感谢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12月之前不必处理南瓜。7月7日，汪峰老师新歌发布，期待他的发布，人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瓜。杨洋的父亲因为对某款应用的调查，取消了与他的创业，这导致杨洋的真瓜没有到，但他的根还健在。近年来，注销公司越来越流行，这种趋势可能是因为当红电视人大瓜在2014年7月逃税13亿。此外，薇娅在2014年10月因逃税被调查前已注销公司，而杨洋也涉嫌逃税、逃避。杨洋的新公司注册不需要巨额资金，1万元就够了。网上的人一看杨某的股权明细，就惊奇地发现杨某注册了多少家公司。为避免逃税，杨洋不得与这家公司有任何瓜葛。阻止他父亲99%的股权是一个糟糕的主意。杨洋拥有这家公司98%的股权，没有人能说服他。由于他的模范行为，杨洋所在的学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结果公众开始担心他的未来。很多人都认为杨洋会触犯法律，违抗老师。事实上，杨洋只申请了一所学校，笔录验证过程是严格的政治审查，只有那些不能被老师严厉训斥的人才能报考这次考试。杨洋是当红的军校草，看看他的前辈，他们都是会伪装的伟大演员。此外，陈腾和沙溢曾代表学校，他们从未表现出任何异常行为。当然，杨洋为了救全队而大意，险些中毒身亡。人们通常把自闭症患者称为社交恐惧症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杨洋的病情。当我为了花与男孩
等待姐妹们从黑暗中被救出时，我假装一切都很好，以免给他们增加负担。很多人都觉得杨洋在演艺事业上过于出风头了，事实上，他在服役期间始终保持笔直的姿势。